今天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盘 Cloud Drive， 是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又要重新讲它呢？因为我用 Docker 更快速的去搭建这个网盘。我们之前用的是宝塔，现在的话就是非常方便了。然后这个网盘呢，要比最近比较火的那个 Alice 的要更适合我，因为 Alice 的主要就是挂载资源为优势，在它的整个界面风格啊各方面的使用感受上，不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Cloud Drive。首先，如果你想要一个纯净系统的话，那你就重装一下你的系统 Dirban 11，然后密码你进行修改，端口号是22。这个更新呢 Update 更新你软件库列表的索引， Upgrade 更新你当前机器上的所有的软件包，你安装过的软件包它都会更新。纯净的系统里装两个下载工具，一个是 CURL， 一个是 wget， 还有一个 sudo 管理员权限。这个组件是我们待会儿申请免费域名证书的时候会用到的。我们输一下这个命令，找一台 VPS 连接 SSH 粘贴进来更新。再下来呢就是 Docker， 第一个代表我们装 Docker 的软件包，第二个是装 Docker Compute， 第三个是关于 Compute 目录是需要授权的，粘贴一下，然后它就开始先下 Docker， 再下 Docker Compute， 再授权。我们再接着往下我们就开始装 Cloud Drive 了，还有我们的离线下载的套件。那我们先需要为 Docker 创建一系列的目录，执行 Docker 容器之前必须把这些全都填充好。回车目录及文件都已经创建好了， Home 里头可以找到我们刚创建的这个 Cloud 里面的这些目录，通过这一行命令自动帮我们创建成功。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网盘配置一个 Compute 的配置文件，输入回车，这时候又到我们熟悉的编辑文件的模式了。那我们在下面全部输入后右键复制粘贴进来 Ctrl X Y 回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运行创建命令了。好，我们开始创建，然后它这边有两个容器镜像下载，这个蓝颜色呢就表明已经下载成功的。下载镜像的过程呢取决于你的网络，部署完毕。有个 network， 我们为这个网盘创建了一个自己的 Docker 网络，创建了数据卷，还有两个容器正常启动。这边呢就是用我们当前的服务器 IP， 然后加上5212的端口号，我们可以直接回车。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页面，这边的邮箱和这边密码，就我们要去看这个网盘容器一个 log 日志，右键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账号，密码在它的下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登录了。然后保存一下，到这个头像这儿来，到设置管理面板，我们点击更改。好，我们到用户组这里头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用户组里头有三个，就是一个访客一个注册用户，还有一个管理员。点击管理员的这支笔，这个编辑页面，这边我们从1 G 改成10 G，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磁盘大小。往下滑，这边点击保存。我们在用户这里头点击用户，我们可以点击小笔。那这边邮箱我改一下，名称改了，密码改成自己的。向下我们点击保存，选择这个离线下载节点。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新的节点，编辑。然后这边呢，我们需要开启离线下载。这个地方输入你的 RPC 服务器地址，就是这个是默认的，这个我们不要进行修改。授权令牌我们怎么获得？同样在科技 LAN 的这块，这个有一个科技 LAN 英文的大写。OK， 粘贴到这儿。然后这个绝对路径 data 写上，就是我们在容器内部会指向到外部的一个 data 文件夹，即使我删了容器，数据依然存在，我可以装新版本的 Cloud Drive， 更新或者迁移，不至于就是我把容器删了，我的数据全部丢失。然后其他的都不需要动，我们点击下一步。好，这边的话你可以给自己起个名字，下一步，然后节点就配置完成了，我们可以返回节点。那我们点击这个小房子，回到前台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云盘。它这边有分类，这是我觉得它优于 Alice 的那个方面。这个就相当于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账户密码的相关保护，给多人开账户，一系列的完备的生态。这时候呢，我可以传几张图片进去，拖到这里头，这就是一个上传，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看离线下载这边，点击以后，我们这边点击添加，包括 BT， 包括磁力链接，这些你都可以去下载，链接填进来，就是下载到根目录，然后你点完成，它就开始下载了。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还是用 IP， 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域名呢？完全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在我这一期购买域名这一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期呢会讲如何对接 Cloudflare。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你可以看这一期eu.org 免费域名且对接到 Cloudflare。OK， 这就是 Cloudflare 的一个登录页面，一个账号。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注册一个。登录上来以后呢，大家可能刚开始的话，这边都是空的。这个呢就是每个域名我已经挂在 Cloudflare 上了。然后如果你想挂载新的域名，你在这边点击添加就可以了点这个科技蓝 GA， 点击 DNS 这边呢我们现在是空的，点击创建 DNS 这块我们输入 @ 就是根域名，比方说 C， 那可以看到 c 点科技蓝点 GA 带一个前缀，那我们不需要带前缀，我们就 @ 这块输入你刚才网盘的 IP 地址。我把小云朵关掉。开小云朵的话，在国内访问上传下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选择1分钟，点击保存。好，这样的我们 DNS 解析就已经加入好了。我们如何判断它已经成功解析呢？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 cmd 命令行，然后我们这边 ping 一下。OK，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域名已经指向这个 IP 了，那就表明没有问题了，已经跟我们服务器域名解析了。有了解析好的域名，我们就可以用 nginx 反向代理我们的网盘了。我们使用这个命令，把 nginx 相关目录创建一下。创建好以后，这块呢是申请证书，这个命令要一行一行输入。第一行是安装，接下来这个大家可以保持默认，这个是邮箱。好，最后呢比较关键，这个 D 空格后面是你自己的域名。你要进行修改，刚才解析好的那个域名，好，使用它，证书成功申请把这一行命令把它下载到本地。同样这个域名要用你自己的域名，会下载到 Home nginx 证书目录，会有一个密钥，会有一个公钥，成功的下载到证书目录。我们到 nginx 这个目录去看一下证书，这2个证书已经存放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创建 nginx 的配置文件。那你把这行命令输入一下，回车编辑模式下，这个的话域名你要自己改成自己的，这块的域名也要改，这边呢用你自己当前的服务器 IP， 然后加上后缀5212，那其实就是这个 IP 加端口号。我们从最底下往上滑，然后把这一段配置信息右键把它粘贴进来，往上滑把这个 IP 改掉。好，域名 IP 都改好以后，我们点击 Ctrl+X+Y回车 OK， 我们就退出编辑模式并保存。最后一步我们就把 nginx 的容器创建一下，右键进来回车，它会去下载镜像并且部署容器。部署完毕，那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容器有没有正常运行，查看一下容器情况。nginx 这个容器是正常在运作的，网盘的还有离线下载的这2个容器都也是正常运作的。用我们的域名试一下能不能访问我们的网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带证书的域名是可以正常的去访问我们的网盘，也是可以正常的进行登录。就是开机自启就用域名访问的话，那你就直接把这行命令输入一下，下次重启服务器的时候，那 nginx 也会跟随一起启动。好，这就是今天关于 Cloud Drive 的网盘的所有内容，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